嗨，大家好，我是艾琳。今天我们请来一位在泰国工作了将近1年的中国人。然后一开始呢，他也并没有很想来哦，但是后面发现已经不想离开了。那先请他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再由他来跟大家分享他在泰国这1年的工作、生活以及恋爱经历吧。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哪里啊？我来自广西，广西。那为什么会来到泰国呢？我之前是在国内一家人力资源机构上班，然后，公司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开办了海外的业务，缺少那个海外驻点的负责人嘛，然后公司就委派，然后就来到这边了。其实当时公司让我过来的时候，我是心里面是不情愿的。本来在国内自己的发展也还不错，出去国外会面临的很多这个未知的东西，然后心里面没有底，特别是对东南亚，就我们在国内的人会感觉东南亚会改腰子，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然后就不是很想过来。刚开始公司跟我说的时候不是很想过来，我是拒绝了。那拒绝之后，怎么后面又被说服了呢？开导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因为可能觉得我比较适合去做一些公司开荒的那个工作，然后也看了一下公司，可能没有太合适的，还是我比较合适，然后画了一些大饼，然后自己就投入过来了。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们公司是在国内是做人力资源，猎头，包括正常的一些劳务派遣啊，还有一些跨国教育。就是你刚来的时候，这边是已经有公司了，然后你直接过来接手就好了吗？没有，其实我们刚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基础在这边的，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然后办公室也没有。你已经在这待了1年了啊。刚开始是不太情愿来的嘛，那现在后悔吗？我刚开始确实是不怎么想，我刚开始的想法就是说，就是作为公司开荒牛，然后我把公司业务做起来，把公司开起来，就功成身退，然后就回到国内。当时想法是这样子的，但是后面就是慢慢接触了泰国这边的生活、人文一些氛围了以后，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边。喜欢这里的什么人还是？当然人也是，人也喜欢，主要还是喜欢大家在这边的一个生活状态。跟国内最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这边的工作的想法，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去体验生活。他们把体验生活是放在工作之前的，这个是跟国内是有区别的。那在工作状态方面啊，对比你之前在国内的时候，现在有不一样吗？我觉得差别太大了。是吗？才1年就改变这么大？对，因为必须要适应这边的泰国人的一个工作的想法。中国企业很多刚开始过来是不习惯的，还是喜欢把国内的一套管理方式方法，搬到泰国这边来，所以说会造成很多员工来了2天就走了。然后我们也跟他说了，其实在泰国工作，我们要改变在国内的想法。在国内想法就是你来我这里工作，我是老板，可能你要感激我，我给了你一份工作，我给了你，对吧？我每个月给你工资，你要感激我，对不对？但是到泰国这边不一样的是，泰国人来公司工作，那是他来帮助你，而不是你在帮助他，是他来帮助你。这种在工作文化上面的想法的差异会导致矛盾吗？会导致一些矛盾，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但是泰国人他只要在你这公司工作不舒服，他第2天他可能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他就不会来这里工作了。就你有过这种时刻吗？比如说你刚来的时候你也不太懂这边的工作文化嘛，然后你可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泰国的员工不高兴了，他就走了。我倒是没有，因为我来之前我已经做了一些功课，我也了解，也有人提醒我。但是我们的同事就遇到了一些这种问题，就别的公司招聘嘛，他招聘了以后，泰国人他去找工作，他很喜欢放鸽子。就是说面试的时候不来吗？面试的时候不来，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预约了10个泰国人过来面试，那个有可能只来2个，
哇，这么就只来2个？对，那我的同事可能就不习惯，他就会发信息去质问别人为什么不来。因为在国内这个已经答应好来的，那可能我们帮别的公司招聘，那我可能会有很多准备，那对方公司的 HR 我们约了，对吧？我们自己的会议室也开了，然后等着面试员工来，结果一个都不来，或者是来1、2个，然后就会很生气，就感觉自己很多准备工作都做了，然后为什么不来？然后他会跟你说很多借口，就是比如说堵车啦，那也可以晚来呀，那不能不来呀。堵车他就不来了。哦，然后或者是家里面的狗狗生病啦，他会很多借口，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有可能他是不想来了啊。然后我那个同事他就不习惯，就觉得受打击了。可能我们的客户也说，那你告诉我今早上有10个人面试，但是现在只来1个，你要给我个交代对吧？就发信息去质问泰国人。他们回吗？回，但回还是跟我投诉，有过泰国人投诉，他说你们怎么样说话，那么不尊重人。我就去问了我同事，我说你是不是就跟人家回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啊？我去看了他们的那个对话，我同事仅仅是质问为什么你答应我来，但是不来，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子的？泰国人他就觉得我们说话说得很重，他就很难去接受这种很重的语气。像那个人他就会说，他说啊你们态度太恶劣了，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所有的朋友。就是后面我就跟我同事说，哎，像我那个情况我们也知道了，那以后我们对于泰国人这种，那就是要哄着他们，就做好准备，他们不来。对对，而且像约泰国人，就是面试，尽量不要约周末，因为我们很习惯，就是在国内很习惯，就是很多面试都是安排在周末，在这边周末人家是不回你信息，基本上答应你来的也不会来。而且他为什么答应呢？就很奇怪啊，好像听说这边的人就是不太会拒绝，就比如说明明我不想来，但我也不会跟你说，我就 OK， 但是我就不来。就是泰国人对于工作的，对于他们去找工作其实很佛系。对对，因为可能工作岗位太多了，就他们找工作其实是相对于国内来说是很容易的，而且真的是这边我们要去找员工，是求着他们来上班，不是求我们给岗位给工作岗位。是那不是很辛苦吗？就是在这边开公司的话，刚开始肯定是有这种的，因为上班的时候不能跟他们讲重话，要哄着他们，要给他们觉得这个工作氛围是好的，是舒服的，然后他们才会好好的去工作，好好的去帮助你做完这个事情。而且很多事情有时候交代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也一直在压制住自己的内心的。你有碰到过你的泰国员工做了什么事不大令你满意的，然后你有对他发火吗？我是有一件事，就刚开始跟公司要去购买一些办公用品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泰国员工就交代了，我说公司现在已经办公室装修好了，那我们要补充一些行政用品，那可能会买一些笔啊，买一些纸啊，买一些文件夹对吧？我给了他5000泰铢左右，我就跟他说买性价比高一点的，然后就看着合适来就行了，也不用把钱全部花完，我觉得我是这样跟他说的，他答应的好好的，然后他就出去了，然后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大概多少钱呢？他说刚好合适，然后我很好奇，我说怎么这东西就1000块钱了？一点点，1000块钱，他买了一个文件夹，买个最大的，80块钱人民币差不多一个，他买了6个就480块钱，然后文件夹就很大，塞不进那个文件夹文件柜，后面还用不了在国内的话，买东西是尽量去买一些便宜的，然后的话，差不多质量就行了。差不多质量就行了。然后这边的话，泰国人他喜欢去买一些比较贵的。经过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就了解他们这边的一个办事的风格，因为之前是完全是不知道的。你虽然只来了1年，但是也有相对来说丰富的
跟泰国人恋爱的经历，是不是？没有，相对丰富，没有，不行，好，那根据你的这个经历的话，说一下你认为中国女孩跟泰国女孩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国内的女孩子总体来说是性格是比较内敛的，就是跟国内女孩子约会，可能第一次见面大家就是互相留个联系方式，或者是互相了解一下，然后可能有第2次见面、第3次见面、第4次、第5次，可能这个时间你们要在一起，可能时间要拖个半年或1年。但是泰国女孩子，据我了解，她喜欢你的话，她会直接跟你说，她不会考虑太多。比如说你们2个今天刚见面，她觉得她很喜欢你，那她跟你聊天，她觉得很舒服，那有可能你们第2天就会在一起了。这是国内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那你个人的经历呢？就是你的泰国女朋友是她追的你，还是你追的她？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喝一口茶先，喝一口咖啡。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泰国女孩子，她们喜欢一个人，她们就很热情，她们不会考虑太多，她不会说在乎你有没有钱，或者是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她只是觉得她跟你相处的开心，她喜欢，她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了。所以说，如果是说2个人互相喜欢的话，第1次见面就可以在一起了。那你们是第1次见面就在一起了吗？应该是吧。我感觉泰国很多女孩子的性格就是比较急。她们不是慢性子吗？就是很矛盾，就他们性格急，但是他们做事情就又很慢，就是我觉得他们是个矛盾体。如果他们想去做的事情，他们就会做得很快，如果他们不想做这事情，或者是这事情不是很重要，他们就会做得很慢。就好像你说到了重点，就是可能那个工作他不想做，就慢一点。对，就中泰肯定也有一些文化差异，也蛮大的啊。你们在相处过程中有因为这个文化差异而产生什么矛盾吗？就中国男生跟泰国女孩子谈恋爱，他是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我们从国内过来的人，工作都比较喜欢加班，就是一到休息的时候，那有可能公司一个电话，我可能就要去公司去工作，把临时出现的一些问题给处理掉。如果是在国内，那你的女朋友肯定会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泰国的话，你跟你女朋友可能会吵架，然后泰国女朋友会觉得你很不尊重她，因为这个时候会是你们的2个人的时间，这时候是不允许别人去打扰的。这个你们会因为这个去吵架？你们吵过吗？因为这个事情？吵过，是因为这个事情去吵过，所以当时我很不理解。我上个泰国女朋友就是因为加班事情分手的。因为我们是约了去咖啡店去喝咖啡去休息，然后就是因为公司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合同那要处理，要马上去拿给客户，我就说我这个今天我不行了，我一定要回公司。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只要赶回去我就跟你分手。然后我当时以为是个玩笑话，结果一回去真的分手了，把我拉黑了。好坚决啊！对啊，他们这分手就很坚决。那他们是不是比中国女孩更粘人？对，他们就我如果喜欢你，我就要每天都跟你在一起，我要天天见到你，我要你做什么颜面都有我。你会有负担吗？就会觉得没有个人空间吗？作为男孩子来说，肯定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间但是我更加多的可能我会从他们的角度考虑，因为感觉到他们的爱情会比较纯粹，这种才叫做爱情。那大家都互相黏在一起，对吧？我们经常就说泰国女孩子比较热情，比较奔放。那对啊，她的热情就体现在她无时无刻都想，只要你跟她在一起，她无时无刻都想跟你在一起。泰国女孩子在街上看到她比较喜欢的男孩子，她就直接会上去要联系方式。哦，这样吗？对，在泰国女追男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国内这个好像是很少。国内很多缘分就是女孩子喜欢男孩子，就是因为不去说不去表达，所以说造成很多就是互相喜欢的人就错过了这些认识的机会。但是在泰国，只要我喜欢我就
去问，而没有什么且大家也好羞耻的哦。不觉得有羞耻，大家会反而觉得这个事情很勇敢，很多人这边都是这样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你之前讲的，就是说这边的女孩表达感情很直接。哦，泰国女孩子表达感情很直接，就两个人，亲热方面，他们会主动要求，他的另外一半去跟他们去亲热啊。比如说他今天他要跟你去亲热，啊，他会直接跟你说，他说啊，那你多久没跟我亲热啦，对吧？我今天一定要亲热，今天一定要亲热。对对对，我今天一定要亲热，你今天要答应我，你不答应我的话，那分手那我就不合适在一起。而且这个亲热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而且是占比很重要的一部分。哦，是吗？对对对是吗？对，在国内话是有点难以启齿，而且很多国内女生会排斥这些行为。男的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他们也有这个想法，可是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然后或者怕被拒绝，是吗？对，但是在泰国女孩子，就是如果你谈恋爱，他们会把这个亲热这个行为看得还蛮重的。比如说你们亲热的不是很顺利，真的会是导致你们感情破裂的一个原因。挺不一样的哈。我觉得国内的女生可能也在乎这一点，但是也不会明着说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跟你分手。对，但是在泰国这个是哎，你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有被惊到吗？我会被吓到，我会说，啊，还有女孩子对这个有要求，比如说1个星期几次啊，然后质量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他们还蛮看重这个东西的？他觉得不满意，他会告诉你吗？对，他会告诉你的。比如说你工作这段时间工作很忙，可能你们2天或3天没有亲热了，他会把他的一些真实想法，会直接告诉你说，哎呀，我们2天没亲热，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他们会这样子去跟你说，他就要你证明你在外面没有别的女孩子，要对对对，要跟他保持亲热，是跟国内是不一样的。你喜欢就是含蓄一点的，还是这种比较直接的表达？我想，男人都是比较喜欢直接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男人都喜欢直接的。哦，那这样子说的话，是不是很多男生并不喜欢中国女孩那样的？不是说不喜欢女孩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跟国内，特别是国内女孩子沟通的时候，就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直接去表达、去阐述，而不是有想法不去表达、不去阐述，这点其实蛮浪费时间沟通时间成本的。特别在泰国，大家沟通可能不会绕弯弯，包括平时出去哪里就不喜欢绕弯弯，你去就去，不去就直接说，就大家都很直接，直来直去的，任何事情，你包括亲热这事情。他都是这样子去沟通，但是其实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面，就女孩子去提这件事情，好像会被认为是，不矜持，好像有一些男孩子会觉得这样的女孩有点太容易了，就反而还不一定尊重她，你觉得会吗？所以说这个是2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区别了，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在泰国这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更注重的是一个生活的体验，亲热这个事情，它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他们会觉得，我能来到这个世界这一辈子，那我就是为了体验生活的，我一定要把我这辈子过得丰富，我不要去考虑其他事情，我只要我过得快乐就行了。亲热这个事情是让他们快乐的事情，他们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在中国。因为我们受一些儒家文化的影响，那整个人是比较含蓄的不去表达这些，其实即使自己有想法，也不敢去表达，而且会怕被对方认为你这个人整天不正经的，就想这些事情。对对，你只想到这些事情，但是大家往往会忽略，其实这些事情也是能促进2个人感情的一个事情，对吧？那这个。也没什么不好嘛。对对，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大家应该
那这方面是可以学习，就是勇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感觉，不要把它藏在心里面，藏着掖着。那其实你表达出来，那其实对你来说，对对方来说其实是蛮好的。那你有改变吗？就是你在国内的时候也直接吗？还是说来了这边也会有一些受他们的影响改变？对，来到这边以后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会觉得说，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长处，像沟通啊、表达情感这方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取长补短嘛。取长补短，对对对，对我的影响也有。现在我也是，我会去勇敢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不想在这方面去浪费太多的这个时间沟通成本。据我所知，在中国啊，男女朋友之间，比如说过节的时候，一般男生都需要送礼物，甚至是发红包嘛，对吧？而且金额还不能太小。对，520。啊，那在泰国他们需要的吗？就是女孩子会要求男方给他们买贵重的礼物吗？啊，是这样，就是这点这跟国内还是差别还是蛮大的，因为像泰国女孩子谈恋爱，我们已经说了，她更加注重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如果她真的喜欢你，就是我们说泰国那些稍微正常的，不是那些酒吧的的认识的女孩子，就稍微正常的就普通人，在节假日的时候并不会要求你买很贵重的东西给他们，他们可能只在乎一个形式，就说你可能会送东西给他们，哪怕是你用纸手写一张卡片，就说我喜欢你啊，今天节日生日快乐，就这个卡片其实拿去给他，他可能会开心一整天，因为他们很看重就是相处的感觉，他会觉得你用心了就可以了。对对对，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东西在国内，可以吗？你送一张纸片过去，送到纸片然后写我喜欢你，第二天分手。我觉得可能等不到第二天。那你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国内的女朋友啊，你送过最贵的礼物是什么？包，对，国内女孩子比较喜欢包，包括一些首饰啊，这些都有送过。那应该都不便宜哈。对，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在泰国，那可能泰国女孩子她会觉得这样子就是浪费钱，就这真的是一个消费观念。其实泰国很多女孩子，她买东西她会觉得够用就可以了。我了解得到，并不是需要很多很名牌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在曼谷这边，很多人女孩子背的包，它不是名牌，它主要是以方便自己舒服这些为标准去采购。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国内的话，女孩子会想要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男朋友送了什么礼物，然后或者跟身边的姐妹炫耀一下？对，国内的话可能就是精致的朋友圈嘛，大家都点赞，我今天买了什么包，男朋友买了什么包。对，国内比较喜欢炫这个。中泰女孩的这个性格上有区别吗？有其他方面的？就是在中国，然后女孩子考虑更多的可能是你个人的一个经济情况。首先要考虑你是不是在中国的3大件，你是不是有车，你是不是有房，你是不是有养老金，对吧？对。还有工作怎么样？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还有公婆不是未来的公婆是否健康？然后是否有养老金？中国女孩子考虑更加多的是从这个方面去考虑。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泰国女孩她们谈恋爱会以结婚为目的吗？就是我觉得在中国就是基本上是默认，如果我们谈恋爱的话，那我们是奔着结婚的方向去的，不会说先谈着再说吧，很少是这样子的啊。对，泰国女孩子，比如说她谈恋爱，她更加多的不会考虑太以后的事情，只考虑当下，而且泰国女孩子据我了解，她们并不是很喜欢结婚。对，他们觉得结婚会影响她体验生活，而且很多泰国女孩子她并不喜欢有小孩，大多数就是喜欢有一个爱我的人，然后我的生活比较丰富，我能有这种恋爱的感觉就够了。那你能接受这个吗？当然，我们从骨子里面还是喜欢有一个结果的，但是在东南亚，我说东南亚没有真正的爱情，基本上大部分人，特别是泰国女孩子，
他不会考虑太长远的东西。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因为中国人不管男的女的都会面临父母的催婚，你会担心说我在这边花了这么久的时间跟这个女孩子磨合相处，结果也结不了婚，给不了父母交代。哎呀，这个就很难去跟父母去解释了。哎，他们催你吗？催，父母肯定催的，就因为在国内你男的超过35岁不结婚，你还没有30吧？我有30。哎，你看着好年轻哦。我已经超过35了。啊？然后父母也催很多，然后最近心态已经接近平衡了吧，就不会去考虑太多，就是随缘嘛。随缘。我们知道，就是在国内的话，如果要结婚，男方家庭啊都要考虑这个彩礼的问题。泰国这边有这个习俗吗？这取决于这个泰国女孩子爱不爱你。对，如果她很爱你的话，那彩礼她可能可以不要，而且她也不需要你有房，不需要你有车，跟国内不一样。然后我以前在国内谈过恋爱，那曾经也很接近婚姻，但是就是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后面就分开了，不了了之了。他要求多少？他要求20万，很多年前了。我当时积蓄也不多，然后也刚买了房，刚买了车，20万当时我来说其实还是蛮多的。其实有过跟他商量能不能把彩礼降一些，因为大家也相处了那么多年了。那就是恋爱，是通过恋爱才结婚的，不是说相亲认识的。对，大家也认识那么多年了。那应该可以商量的吧？这种。但是他爸爸说，他们那条街的女孩子的彩礼没有一个低过这个，那就。我就感觉是有一个攀比心在里面。我觉得其实我们2个相处认识那么久了，那也走到这个要结婚这个地步了，那不能因为这个事情不继续下去不结婚，我觉得很可惜的事。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那他为什么没有坚持一下呢？就是这个结婚毕竟是他跟你结婚，不是他妈妈嘛？对，其实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我又不是跟你父母结婚，但是在国内很多时候父母的想法真的会影响这位女儿或者是儿子的一些决定。所以他就是因为他妈妈不同意，然后你们就没有继续了。对，因为以前结婚要户口本嘛，户口本一直在他妈手里面，所以说一直都不给这个户口本，他结不了婚了，所以这时间就拖得很长。我觉得他妈妈有点固执，就是如果他的女儿真的很喜欢你，而且谈了很久了，就也不差这么一点点嘛。而且您这个彩礼是给他妈妈的吗？还是给他自己的？给他妈妈的。哦，你们这是这样子的。彩礼是要给到对方家庭的啊？我们那不是哎，我们那我是江西的，就是我们彩礼是很高的，我们差不多要40-50万到60的都有。江西彩礼更加贵。但是，至少我们那个市吧，彩礼不是给父母的，是给那个女孩子的。对啊，就这个女孩子会拿着这一笔彩礼钱，就抓在她自己手上，然后这个彩礼的目的就是。以后结婚了，万一这个男的对她不好，她手上有点钱，就不用担心，不是给父母的。那给父母不是卖女儿了吗？对，很多时候国内就是这个情况。在国外，你如果是真正的女孩子喜欢你，愿意跟你去结婚的竞争力是不像国内那么大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泰国人，他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泰国人，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嘛，他们最近准备结婚了，我也是无意中跟他聊起过这个彩礼的这事情，然后他跟我说彩礼这事情让我大吃一惊，我整个三观都颠覆了。你可以猜一下是多少钱？我猜1万人民币。不，你可能猜不到这个价格，他的彩礼是125铢泰铢，那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25-26块钱。就我这一杯就是奶茶的价格，就是这一杯奶茶的价格，然后就是作为他的彩礼钱了。这个所以说我当时我听到之后我吓一跳。为什么是125铢？就那还不如不要，那要它干嘛？就有必要吗？因为她老公是她老公是穆斯林，然后因为穆斯林结婚他们有个习俗，那习俗就是这彩礼就是这个价格。
彩礼只要125，在国内是根本不敢想象的。125，你给我滚！永远不要进我家门。对。那泰国女生有没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地方，或者说作为中国男生是不太能习惯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还是比较传统的。那我们肯定是认为，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天经地义的。但是在这边，人家会觉得女孩子会觉得生孩子是一个负担，是一个破坏自己生活和破坏自己身体。因为生孩子，他的身体会发生很多变化，然后他的生活可能重心也会放在孩子身上，而且他的自己生活会受到影响。泰国女孩子喜欢吃醋，比如说你跟你的女朋友有了小孩以后，你比较喜欢小孩，她连这个醋都会吃。对，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就你平常跟朋友出去，他会吃醋吗？如果你有了泰国女朋友，你跟女性朋友出去，在他们眼里面，你就基本上跟出轨差不多了。你有了女朋友，泰国女朋友以后，你要出去见女性客户，很多时候就要把泰国女朋友带着一起去，然后去证明你没有去做什么事情。因为泰国女孩子很直接，你出去有可能你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对吧？他们在一起很快，所以说很多在这边结婚的中国男性，他们去谈什么事情，有什么朋友过来，他们都是带着对方去的。哦，那我偷偷问你一下，今天你带你女朋友来是因为这个吗？有一部分。但是这个不是会影响吗？假设像我们这种，其实也算是工作上的了，当然我不介意他在旁边哈，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介意说你把女朋友带过来好像有点奇怪。所以这就是两个国家的不同，区别就在于这里。但是这边不会觉得有什么，而且他也很愿意跟你一起出来。你们俩相处怎么样？现在？还好啊，就是他今天不上班，他就想我一整天跟他在一起。就我今天问他有2次啊，我说我要去见客户，然后对方是女性，你要不要一起来？不是我是吧？另外一个是吗？是你。就我。对，然后我说要不要一起来，然后他会反复问我可以吗？方便吗？然后如果不方便，他就不去。然后你要是不方便，他就更担心了。对，然后我就会说，那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子的？他说不去也可以，但是实际上已经看得出来，只是很想去的。然后我就说你决定吧，然后他就会说那就去吧。哇哦，天哪，那你有压力吗？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大家去谈恋爱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正常。如果他们觉得无所谓的话，我们也要接受这事情，因为双方毕竟在谈恋爱嘛，对吧？那你担心他没有？就是假设他跟男性朋友出去玩，你会担心吗？因为前面你也讲这边的女孩子也是，你可以跟他去，如果你担心的话，他们是很欢迎的，这是相互的，就是他们也很欢迎，所以说你会蛮放心的。这边的人离婚多吗？就比如说真的决定了结婚，离婚的比例高吗？非常非常高，这边离婚率，我听说这边出轨率也很高。我倒是觉得出轨率不高，我倒是觉得离婚率很高，因为我在这边问了很多，就是泰国人他们的父母，其实我觉得离婚率到70%。其实结婚离婚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对我们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我不喜欢你，我不管跟你结婚多久，只要我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不舒服，我不喜欢你了，我们第2天就可以离婚了。这个好不一样。我觉得在国内尤其是结了婚的，就哪怕真的爱情没有了，我们还是会为了孩子呀，为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在一起。对，但是在这边不会，因为他们很看重爱情。如果跟你在一起没有感情了，那我就跟你直接分开，直接去离婚。真的，这点是跟国内不一样。那国内可能会感觉我跟你结婚10年没有爱情，那可能还会有亲情，但是在这边也不会。但是没有爱情，我就不跟你在一起，我就跟你离婚了。那你想结婚的话，在这里也挺难的。很难，在国内也难是吗？所以说现在出生率、结婚率都很低啊，在国内。在国内是的。对啊，在国内。因为女孩子也不想结婚。
对，但是在国外，像泰国这边，谈恋爱容易，如果想结婚，想有个天长地久，也很难。但实际上现在国内天长地久也很少，因为虽然说那个国内的离婚率没有泰国高，但也不低。我很多朋友其实结婚了也离婚了。大家现在的一个思想，自己开心，对对对，其实就是因为本来就嘛，不枉就来这个世界一次，那我肯定要过得我舒服。那国内现在也思想在慢慢转变，在慢慢的接受，不像以前的我这辈子结婚我就是跟定你了。你能接受吗？就是假设你就这一辈子就只谈恋爱，我还是想结婚，就是现在感觉结婚很难，而且结了婚不离婚也很难。对，结婚就要做好离婚的准备。那结婚的意义是什么？那还有什么必要呢？除非就是你想要生孩子。对，对。现在在泰国很多单亲妈妈。你能接受不生孩子吗？我能接受，可能我父母不能接受。你是独生子是吧？对呀。那这一根独苗还得靠你续啊。对啊。父母也说了，父母也说，那你不结婚可以，但是你要给个孙子给我。那怎么给？随便去外面，知道吧？对吧？说你抱个回来的，我管你去哪里拿呢？泰国曼谷这边真的是容易谈恋爱，但是想守住婚姻就很难。祝你跟这一位能够走到婚姻的殿堂。长得很漂亮哎，真的。我没有看过你上一个，但我觉得这个真的长得很漂亮。是吗？对。也希望吧。好，也希望。祝你们幸福。好的。那今天就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有缘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好。